靠变异挤进一线战力的罗宾才是草帽团最危险的人物。你打死他们的船长或许问题不大，但是你要弄哭团宠罗宾，那其他9个人绝对会追杀你到天涯海角。不过有一说一，我挺讨厌2年前的罗宾，因为当时只有他跟大家的心不齐。在对战奥兹的时候，死活不肯配合弗兰奇。他要是同意跟伙伴们合体，可能大雄和莫利亚2位七武海联手都不是对手。很难想象呈现完美的超海贼6神合体机神该有多帅。不过2年后的罗宾想必或许会很愿意配合，因为他跟着草帽团时间久了，彻底被路飞化，而他也是蹭路飞 buff 最猛的伙伴。以前只能躲在伙伴们的身后，成为被保护的对象，如今换了新皮肤的罗宾已经可以独自面对四皇。我觉得罗宾算是草帽团4主力之下的第一战力，和治国篇觉醒的恶魔姿态直接手撕飞6包。黑色玛利亚甚至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，把温柔留给伙伴，把恶魔留给敌人。就这战力，说实话现在都有资格和明哥掰掰手腕。总有人说罗宾的9亿赏金虚高，但我并不这么想，甚至觉得还给少了。他所掌握的知识很宝贵，那可是学术财富。作为奥哈拉学者仅存的遗孤，罗宾真的是海贼世界目前唯一可以读懂历史正文的人。草帽团能不能到达拉夫德鲁也全靠罗宾，就这含金量再给提高3倍都不过分。相比觉醒尼卡形态的船长路飞，吴老星和伊姆更想抓住罗宾，其他4皇可都想把他占为己有。剧情越往后发展，罗宾的威胁程度也就越大，实力也会被加强的越厉害。揭开世界的真相必须要罗宾这把钥匙才行。藤虎和绿牛真的废了吗？曾经与4皇同级的战力，为什么会被革命军队长压着打？最新一话，革命军与海军大将在神之地发生了激烈冲突，双方的战斗打得十分焦灼。不过萨博全程并没有插手，他一直在圣地玛丽乔亚的内部寻找大雄的身影。另外一位军队长林德伯格也没帮忙，全程都在疏散被囚禁的奴隶们。至于 CP0，则在旁边看热闹分析局势，所以整场战斗属于2打2，谁都没在人数上占便宜。尽管如此，2位大将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。绿牛变成巨型树人后被茉莉的3叉戟刺穿了右臂，实际上他那条已经破碎的左臂也试图展开过防御，但是挡不住茉莉的攻击，以至于2条手都被扎了个透心凉。藤虎战后有个缠了绷带的镜头，应该就是被卡拉斯释放出的乌鸦灼伤的。海军大将能被军队长压着打，真的是在意料之外。不过藤虎和绿牛并不是真打不过对方，革命军势力范围要比凯多白胡子大得多，但是主要战斗人员的配置就等同于4皇团。萨博、大雄、伊万科夫这3人属于皇父级别，而4位军队长则像是百兽团的飞6包。当然了，他们的个人实力肯定要比沃尔提那6个人更强。不过真想单挑打败海军大将，显然是做梦。绿牛在和之国打败奎因和镜之后，又生擒了白胡子20，这战绩放眼整个新世界，也就只有4皇能一较高下。乌鸦和茉莉无非就是靠着地理优势占了上风，2位海军大将在神之地无法使用大范围的 AO 镜。藤虎要是召唤一块陨石下来，乌鸦与茉莉肯定会被打伤，不过圣地玛丽乔亚也会受到牵连。况且天龙人还一直在旁边碍事，严重影响到了绿牛和藤虎的正常发挥，他们完全放不开手脚，也就只能用体术剑术进行被动防御，恐怕自身一半的实力都没用出来。乌鸦和茉莉的身份是革命军，他俩想怎么打就怎么打，不需要顾及那么多，反正又不是在自己家门口，伤到天龙人是你大将没保护好，毁了神之地也在任务范围内，所以乌鸦和茉莉的能力不会受到任何限制。这场战斗等于是2位军队长用了 90% 的实力对付2位大将 20% 的实力，所以真不是大将太废，而是根本没办法认真打。关于路飞你用放大镜也不可能知道的5个细节，全是尾田埋的伏笔。路飞的坤坤也是可以伸长100倍的，之前在一档采访中就有海迷提问过这样一个问题，路飞的坤坤也能伸长吗？而尾田则是很尴尬的笑着回答了这个问题，他表示路飞可以将身体的任何部位伸长100倍，那么也包括了他的坤坤，所以路飞要是用上2档加3档和武装色霸气硬化，估计巨人族都要甘拜下风。2. 路飞身上的2处伤疤是纪念艾斯，有海迷发现路飞脸上的伤疤像个草字头，胸前的伤疤是个 E， 2处伤口的形状如果合在一起就是艾斯的爱，可能是尾田特意留给中国海迷的彩蛋吧，通过这种方式用来怀念逝去的艾斯。3. 路飞的红色上衣是女帝用自己睡衣改的，先前女帝躺在床上所穿的红色睡衣和黄色腰带，正好就是2年后路飞一直穿的这件衣服。由于2人身高相差比较大，所以女帝把这件衣服进行了裁剪。路飞修行时代的水壶也是女帝送的，上面印有九蛇岛的专属花纹，还有2年后回到香波地群岛时身上所披的那件白色外套，也是女帝曾经带着他潜入推进城穿的。4. 路飞草帽坏掉的时候都是娜美帮他缝补，从路飞的帽子第一次被巴基弄坏开始，娜美就不停地帮他修补草帽。之后艾斯把生命卡给路飞的时候，娜美也是很不放心的把生命卡缝在了草帽里，怕的就是路飞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弄丢。路飞从出海到现在经历了这么多场战斗，帽子还能像新的一样，真是多亏了娜美，不然现在路飞头顶的恐怕只剩一根稻草了。路飞对美丑是有概念的，虽然路飞对女帝没什么兴趣，但是他能分得清谁长得好看谁长得难看。当路飞得知可可罗婆婆是美人鱼后，直接一脸嫌弃的表示很恶心。看到亚尔丽塔瘦下来的样子，路飞也会说她是美女，甚至接连2次看到娜美的身体后，还会露出爱心形状的眼睛，不停的流鼻血。
所以路飞只是不喜欢女帝，对长得好看的其他女生，他还是有反应的。你知道世界第一剑豪为什么不是打伤白胡子的司令官，而是鹰眼吗？最新一话登场的这个老头看起来很牛逼，实际上也确实牛逼，人人都畏惧的天龙人在他眼里啥也不是。作为伊姆大人的左膀右臂，同时又是世界政府神之骑士团的最高战力，司令官费加兰德·盖林格胜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。毕竟海贼王里越晚出场的老头越屌，他手持的佩刀大概率就是无上大快刀12弓之一，登场时的逼格就直接被尾田拉满了。旁白介绍他在38年前的神之谷事件中大显身手，还用王者的称号来称呼盖林格胜，所以之前革命军龙忌惮他不是没有理由的，也是个重量级的传说大人物。在我看来，司令官的剑术恐怕是在鹰眼之上。我上一个视频分析过白胡子身上的数条伤疤就是他打的，能把世界最强男人打成这样，我想司令官的定位至少是和罗杰同一个段位的。红发之所以会有这么高超的剑术，也不完全是罗杰教的好，更多还是遗传了父亲盖林格胜的强大基因，天赋结合努力才会练就万中无一的剑术。话又说回来，既然盖林格胜这么强，为什么世界第一剑豪的头衔还在鹰眼身上？其实也很好理解，神之骑士团常年驻守在圣地玛丽乔亚，主要职责就是保护伊姆和天龙人的安全，除非是特别重要紧急的事件，盖加林格胜才会亲自出动。基本上世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存在，所以盖林格胜和鹰眼两人见面的概率极低。鹰眼想和他单挑的话，要么在对方出动任务的时候精确找准路线拦路，要么硬闯进入圣地玛丽乔亚，反正哪种情况鹰眼应该都不会选。总之明面上的世界第一剑豪是鹰眼没毛病，盖林格胜属于隐士剑圣，如果两人真打起来，应该还是后者更胜一筹。吴老星全员果实能力曝光，都是动物系能力者。伊姆大人首次出手对战萨博。海贼王1085话情报炸裂来袭。本话开篇承接上一话结尾。800年前的阿拉巴斯坦女王莉莉，她真正的名字叫奈菲鲁塔利蒂利姆，是地之一族的人。寇布拉突然想起来了伊姆这个名字，他是初代20王之一。寇布拉还想继续说下去，就被伊姆叫停了。伊姆使用类似银果实的能力，制造出了大量的影子箭射向寇布拉。一直在旁边偷看的萨博此时跳了出来，他挥舞手中的水管试图挡住影子箭，但寇布拉的身体还是被击中。伊姆发现阴暗的角落里还有一个人在偷看，正是吞吞果实能力者瓦尔波。伊姆接着用能力也开始朝他攻击，但瓦尔波凭借万中无一的霸王色运气成功逃跑了。接着镜头一转，微微被 CP0 抓了起来，他被带到一个房间里，不过陆奇的一系列操作更像是保护微微的安全。刚才逃脱伊姆追杀的瓦尔波也在这里。画面再次回到王座之下，为了不让伊姆大人的秘密泄露出去，吴老星也终于出手了。他们的影子展现出巨大的身影，看起来就像动物系恶魔果实能力者，与司法岛篇陆奇和杰布拉初次展现时的这个场景差不多。每个怪物影子的形象都不一样，萨博是真被小看了，一条舞不落下风，最后还能做到全身而退，实力至少和大将是一个水平。不过也有可能是吴老星和伊姆都没用全力，在自己地盘没法使用大范围的 AoE 技能，不然打架就会演变成拆架了。奄奄一息的寇布拉用最后一口气告诉萨博了一件事，他们奈菲鲁塔利都是地之一族。日本网友投票选出了海贼王最受欢迎的5个篇章和最难看的3个篇章。首先是最精彩的5个篇章。第一，司法岛篇，无法超越的巅峰篇章，从罗宾的背叛引燃了伙伴之间的决裂，再到草帽海贼团射穿旗帜对世界政府的宣战，最后全员逃亡与美丽号挥泪告别。故事以伙伴间的信任开始，以他们的信任结束。尾田把所有的细节和每一层的故事线都控制得刚刚好，可以说纵观整部海贼王，水之都篇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。第二，顶山战争篇，迄今为止整部动漫规模最大、战斗最激烈、参与势力最多的篇章，没有一个镜头是多余的。遗憾的是，这是一场兵力悬殊的战斗。尽管海贼阵容有白胡子和慎平等众位队长，但海军这边不仅有3大将组织，还有七武海助战，以及10万名精锐士兵、和平主义者。也因此，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，海贼们输得很彻底。路飞没有了哥哥，马尔科失去了一切。我想尾田也是在告诉读者们，在前进和走向成功的道路上，必定会伴随着牺牲。虽然结局很刀，但不可否认，这是最热血的一个篇章。第三，德雷斯罗萨篇，倒不是说德雷斯罗萨篇不好，就说他能排进前3，我个人觉得有点不太合理。虽然精彩的地方也有，但这个篇章的整体剧情让人感到有些无聊，比起前2名就更显得有些平平无奇了。至于说德岛不够好看的主要原因，还是故事线和角色的塑造都不行，与阿拉巴斯坦篇太像，很多地方都撞车了。很久之前就有网友列举出来过，所以这个篇章排在第3，也不知道日本海迷是怎么想的。第4，阿拉巴斯坦篇，这是海贼王正式封神的开始，既热血又搞笑，也是路飞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真正强者之间的等级差距。此篇的 BOSS 七武海老沙初次登场时的压迫感，至今没有一个反派可以超越。自然系果实所带来的强大让人绝望，也是从这个篇章开始，我们才真正了解路飞的情商和格局不是一般的高。遗憾的是，微微最后却没有上船，但他与草帽团的那段永远的伙伴标记，实属是神来之笔。第5，空岛篇，最具想象力，也是尾田脑洞最大的篇章。
漂浮在空中的岛屿和各种烘焙都能让人好奇接下来发生的故事。而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海贼王入坑的篇章。大战士和罗兰度400年前的乔装约定，灵性大叔对祖先谎言的坚守，大气磅礴又感人至深，无论看多少遍都不会觉得腻。或许这就是男人的浪漫。尾田虽然不懂爱情，但他永远都懂男人。头脑篇是最适合男生看的篇章。接下来就要说说最烂的3个篇章了。首先是倒数第3佐乌篇。整个篇章没什么亮点，尾田光顾着推进剧情，没有主要画出细腻的情节出来。除了向导和他背上的国家这2个设定比较有创意之外，其他就没什么值得看的地方了。大多场面不幸，代入感也很弱。重点是陶之助这个家伙戏份还超级多，还都是他占便宜的画面，所以这个篇章才会评分这么低。倒数第2愚人岛篇。作为2年后新世界开始的第一个篇章，并没有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。具体故事简单来讲，就是一群井底之蛙的鱼人们被拿来给草帽团练练手，展示各种花里胡哨的新技能，从而让海迷们看到路飞他们这2年的实力增长。整个篇章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桥段，本身剧情节奏就不行，战斗又差，动画组还水剧情，这也就导致了许多海迷看完顶上战争篇之后就再没怎么追海贼王了。说白了，就是愚人岛篇的剧情太让人失望。倒数第1和之国篇。海贼王迄今为止争议最大的篇章，主要是3点原因。第一点，剧情节奏太快，3代各自的战斗镜头没超过3页，索隆的身世尾田在主线中也没来得及交代，只是在 SBS 上公布了出来。第二点，战力崩坏，罗从被明哥按在地上摩擦到用觉醒能力干掉大妈，只用了2周时间，请问谁敢相信？不仅如此，草帽团这边全员仰卧起坐，反复横跳，一个个都是打不死的小强，我真想问问，到底谁才是最强生物？第三点，很多角色没塑造好。6子像极了工具人，一点个人故事都没有。陶之助明明是正派，却给人感觉是用来恶心观众的。玉田这个英雄被塑造的还不如凯多这个反派，唯独有看点的只有草帽团全员升级。兄弟们，尾田终于正式公布索隆的身世了。就在刚刚，海贼王官方发布了105卷单行本 SBS 专栏，其中就有一条是关于索隆身世的回答。尾田告诉粉丝们，其实一开始在作画和之国篇是有打算在剧情中解释一下索隆的身世，但一直没找到机会。现在有读者提问，刚好就干脆公布出来索隆的家谱吧。55年前，双月耕三郎铸造了2把大快刀21弓，合道一文字语言魔，在玉田4岁生日的那天作为礼物赠予了对方。之后没多久，双月耕三郎与双月镇子以及25个人一起离开了和之国出海冒险，其中包括木匠原友，就是这个总是偷偷跟着草帽团的彩蛋人物。出海的3年后，也就是52年前，他们在东海与袭击某个村子的山贼们展开了激烈战斗，最后取得了胜利。有10名船员决定留下来定居，并建立起来了如今的双月村。族谱的第1行，双月耕四郎与村中的一位女性在一起生下了耕四郎。双月镇子则和村中的一名剑士结婚，生下了罗罗诺亚兰，也就是索隆的爸爸。族谱的第2行，双月耕四郎与某位女人结了婚，生下了古伊娜，而罗罗诺亚兰与一个盗贼的女儿特拉在一起，2人生下了索隆。之后没多久，索隆的父亲便在与海贼的战斗中牺牲了，而他的母亲也因病去世了。尾田还补充了一点，那位双月镇子也就是索隆的奶奶，他的弟弟就是大和小时候遇见的大名双月牛丸，他是和之国传说中的武士双月龙丸的子孙。简单来讲，双月牛丸之所以会与索隆长得很像，是因为他是索隆的亲舅老爷，属于直系亲属。都说外甥像舅，但是没想到差了2辈儿还能长得如此相似，真是有够离谱的。其实古伊娜和索隆也算是亲缘意义上的姐姐，虽然隔了3、4代，可怎么说也都是双月一族的后人。按辈分来讲，索隆还得管古伊娜叫一声表姐呢。仔细来看，索隆的身世和家族还真算不上什么大人物。奶奶虽然是双月龙马的后人，也不过是家族中的普通女性，父母也都不是特别强的大佬，还真比不过山治的文斯莫克一家。但至少逃过了海贼王里一直以来的血统论。索隆算是出生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普通家庭，不是天才，也没有路飞那样的强大基因。他能有今天的成就，全靠后天的努力与顽强的精神力换来的。